要说这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太后，肯定是西汉后期的上官太后。你知道她被尊为皇太后的时候有多大吗？才15岁。这个年纪啊，别人家的女孩子才上高中，她都自称哀家成为皇太后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而且我告诉你啊，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太后，还是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后和年纪最小的太皇太后。一个女孩子连破3项历史记录，不由得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：这上官太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呢？上官太后的祖父上官桀啊，曾经当过左将军。汉武帝临终之前，因为太子刘弗陵只有8岁，便委托大司马霍光和左将军上官桀等4人为托孤重臣。当时啊，霍光将大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，生下了后来这位上官太后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位太后是权臣之间强强联手的产物。这似乎也注定了她一生下来呢，就只能沦为朝堂争斗的棋子。刚满6岁，就被父亲上官安送入宫中，嫁给了12岁的汉昭帝刘弗陵，成为了史上最年幼的皇后。霍光呢，当时可以说是权倾一时，自然呢也就希望这个外孙女儿早点给皇帝生下个一男半女，好立为储君。于是霍光呢，竟然偷偷的给太监下令，把后宫的其他妃嫔啊全给隔离了，而且呢不是隔离14天，是故意不让汉昭帝见到，只专宠上官皇后一人。但偏偏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到汉昭帝21岁去世，上官皇后呢也没怀上，估计呢也是年纪太小，还没发育好，你让人怎么生啊？汉昭帝年纪轻轻的走了，又没个后代，皇位该传给谁呢？霍光呢就找来了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，年仅15岁的上官氏就被尊为了皇太后，移居长乐宫。于是呢，他就开始打破第2项历史记录，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太后。只是没想到啊，这位昌邑王呢实在是太过奇葩了，在位仅仅27天就被霍光投诉，干下了1127件的荒唐事儿。我看这位仁兄都可以直接上奇葩说了，也难怪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，便被炒鱿鱼了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霍光呢又千辛万苦地找来了流落民间的皇孙刘病已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宣帝。论辈分啊，汉宣帝比汉昭帝整整小2辈儿，可早已18岁的皇帝却要尊比自己还小3岁的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。也就是说，一个18岁的大小伙要管一个15岁的小姑娘叫奶奶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15岁的上官氏当了差不多10年的皇后，又做了27天的皇太后，之后呢，就糊里糊涂的给一个18岁的皇帝当起了太皇太后。于是呢，他又打破了第3项历史记录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太皇太后。不过这有什么用呢？又不是参加奥运会拿不了金牌。她的一生啊，虽然是享尽荣华富贵，成了全天下地位最高的女人，但6岁的年纪，别的孩子还在缠着爸爸妈妈玩呢，她却进宫当了皇后，才15岁就一个人守寡了，连个孩子都没生下。而且呢，她还不像她的前辈吕太后和窦太后那样说一不二，她可是一直都无权无势，像个傀儡一样任人摆布。最终52岁那年，在金碧辉煌的后宫中孤独终老。这么说，这位上官太后呢，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。